9月下旬以来，缅军明显加大了对同盟军腊戌辖区的打击力度。就在9月25日凌晨，缅军战机飞抵腊戌城区第12堡附近投弹，导致腊戌理工大学附属中学和 AD 桥遭受严重损失。而这距离上次缅军对腊戌2堡附近的福利来酒店和亚太酒店进行空袭，仅过去24小时。事发之后，同盟军救援工作组赶往相关地点查看人员和财产损失。不过，由于该学校早已因为此前的腊戌战役停课，已经空无一人，所以没有产生人员伤亡，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。这是腊戌战役结束以来，腊戌城区遭受的第6次空中打击，也是5天之内遭遇的第3次空袭。此外，腊戌东南侧的南棒同期也遭受了3次空袭。腊戌当地人士表示，此次空袭距离上次空袭仅隔1天时间，而且投弹数量上也有增加，共有4枚500磅航弹。面对缅军的空袭骚扰，同盟军方面依然没有明显的反制迹象。尽管9月4日至9月23日，同盟军接连3次发布声明，表示愿意就地停火的同时不会进攻曼德勒和东支，也没有相应的作战计划，这曾让腊戌战后出现一丝和平的曙光。然而，缅军的连续空袭再次打破了缅北腊戌短暂的平静。也有分析人士表示，这是缅军谈判前惯用的伎俩，目的是增加腊戌百姓的恐慌心理，打击腊戌百姓对同盟军的信任，通过武力施压进一步争取筹码。由于缅军地面部队不断在各个战场上失利，空中力量已经成为缅军唯一有优势的兵种。缅军拥有的6架苏30战机也被其视为最强有力的支撑。除了同盟军控制的腊戌地区之外，缅军还对克钦军围攻的帕敢和巴莫镇，以及若开军先前攻占的若开邦的单对镇进行了空袭，造成大量平民伤亡。尽管缅军不断推出反击计划，诸如白象王和歼敌王等行动，但地面部队反攻一直处于搁浅状态，与果敢同盟军持续在西部、南兰、圣乔和孟雅等地对峙，未敢轻举妄动。之前也有善邦媒体报道，缅军在善邦首府东支集结了1万余人民团部队，准备反攻腊戌。目前也在向距离腊戌城区最近的孟雅地区增兵。3兄弟联盟之一的德昂军方面，目前与缅军在西部的攻防十分激烈，缅军频繁出动战机投弹，仅在9月24日就落弹6枚，造成了人员伤亡和房屋损毁。德昂军仍未拿下23营、503营和504营指挥部。此外，德昂军南线部队依然在当坎附近与缅军鏖战，老索附近的缅军巴图军校附近也疑似有冲突发生。由于德昂军处于攻势，也有一些官兵伤亡和零星德昂军被俘。缅军还宣称向当坎部分营地成功进行了补给。截至9月25日，当坎902营和354营指挥部依然在缅军手中。当坎既是通往善邦首府东支的交通要道，又是冰乌伦外围战略屏障，因此交战双方都十分看重。当坎的战事已经超过1个月之久，实际上已经陷入拉锯战。若开军方面，过去1周，若开军持续对位于孟都附近的缅军第5军事总部进行围攻。由于该总部网罗了附近众多的溃兵以及建制不完整的其他作战单位，仍具备长期坚守能力。这座大型基地几乎是缅军在若开邦北部最后的战略堡垒，所以缅军也日夜不停进行空中补给，并且动用空中力量协助作战，试图保存最后的战略基地，尽最大可能牵制若开军南下夺取若开邦首府实队。克钦军方面，克钦独立军与克钦人民保卫军组成的联军持续对克钦邦的2大重镇巴莫和帕敢进行争夺。克钦军已经基本包围了帕敢城区超过2个星期，缅军仅剩下5个左右大型阵地。作为世界闻名的翡翠产地，帕敢一直是克钦军与缅军争夺的焦点。而克钦邦的第2大城巴莫战略位置有点类似腊戌，也是连接克钦邦各地的交通枢纽。双方围绕在巴莫外围的437营战事异常激烈。过去几天，缅军不断派出战机和装甲战车，配合88师和第21野战旅等单位进行反攻。仅在9月24日一天，克钦军3旅等单位就打退了缅军7次进攻。另外，缅军位于葡萄镇的137营和46营跃跃欲试，有动向对南侧克钦军攻占的孙布拉邦发起反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过去1周克钦军还在伊洛瓦底江沿岸截击了缅军增援巴莫的补给船队，俘获了其中的多艘船只。缅军只有1艘补给船成功抵达巴莫。缅军之所以在这几天变本加厉，连续对少数民族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，还有一个因素是9月20日晚，一架满载物资的俄罗斯运输机飞抵内比都机场，向缅军运送战略物资、武器装备，提振了缅军的信心。也就是说，之前我们分析过的俄罗斯将介入缅甸内战，已经有了明确的迹象。缅军自然是有恃无恐。另外，由于缅甸局势事关多方利益，北方邻国特使出访缅甸之后，再次和3兄弟方面会谈，通报缅军的谈判条件。而缅军重回谈判桌的要求极其苛刻，不但要求同盟军撤出腊戌，停止与影子政府旗下的人民保卫军
缅族人民解放军等抵抗力量合作，还要求同盟军配合缅军打击人民保卫军，在此基础上才会考虑承认果敢同盟军要求的联邦第一特区合法地位，商讨重开边境口岸。而同盟军则希望用就地停火、停止与团结政府军事政治合作为条件，保住腊戌控制权的同时开展谈判。由于双方分歧过大，会谈没有取得实质进展，因此应缅方要求中缅边境的5大口岸依然在封锁当中。中方特使还先后访问了克钦、佤邦、勐拉等地，要求佤邦和勐拉配合中方执行武断措施。据佤邦现场人士称，特使与佤邦的会谈气氛极其凝重，会上有人坦诚之前的关闭口岸没有达到预期效果，主要是佤邦和勐拉方面的民间渠道管不住，仍在对果敢输送物资，要求佤邦发挥带头作用，严格执行对果敢的武断措施，否则佤邦的口岸也会受到影响。而克钦方面则婉拒了特使的请求，据称克钦独立军主席恩板腊没有认同特使的观点和建议。9月18日，果敢同盟军再次发布了正式停火声明的缅文版本，重申了自己不会分裂缅甸，不与内比都方面争夺缅甸国家权力，不寻求独立的3不立场，但将继续坚持自卫权，请求有关方面从中斡旋，和平解决缅甸局势。然而3天后，缅军就出动战机开始对同盟军控制的腊戌等地连续发动空袭。9月23日，缅军为配合打击中方关注的电诈问题，在木姐逮捕500余名电诈人员，其中包括83名中国籍和430名缅甸籍。期间，缅军与木姐敏格拉园区民团发生交火，双方都有人员伤亡。缅军正在计划将被逮捕的83名中国籍电诈人员移送中方。虽然边境口岸实施的武断政策给同盟军带来了很大困扰，但是目前腊戌除药品和汽油相对紧缺之外，生活物资供应仍然正常。原因居然是前线的缅军为了补贴家用，私下对物资走私大开后门，同盟军能够从下缅甸各种小道绕过检查站，辗转获得急需的物资。与此同时，同盟军也在努力拓展从曼德勒、克钦、大其力等地进口物资的渠道，至少从目前来看，老街和腊戌的物资供应还是能够基本满足的。9月26日，缅军发表声明，为即将进行的人口普查及大选工作做准备，邀请少数民族武装组织及人民保卫军放弃武装斗争路线，参与国家大选进程。然而9月27日凌晨，缅军再次出动战机空袭腊戌，分3次对腊戌1号大街投弹约10枚，原本被当地百姓誉为最繁华地段的街区，成为一片废墟。国际社会方面，据仰光媒体报道，9月21日，以美国、澳大利亚、日本、印度为首的4方会议在美国特拉华州举行。4国首脑出席会议后发表了一份声明，并针对缅甸事务提出要求。声明称，包括若开邦在内的缅甸各地局势日益恶化，人员安全和人道主义受到影响，呼吁立即停止一切暴力行为，释放遭受不公平逮捕和扣押人员，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进入，呼吁冲突区域双边透过积极性和包容性对话回归民主生活。2天后的9月23日，印度政府正式邀请反对缅军的抵抗组织参加将于11月中旬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研讨会。消息人士表示，自缅军政府政变以来，缅甸内战导致1000余英里长的缅印边境局势不稳定，印度政府的一些重要项目都在边境上。目前，印度政府已向民族团结政府和与印度接壤的克钦邦、钦邦、若开邦等少数民族武装发出参会邀请，尚不清楚缅军方是否会受邀出席。所以未来几个月，同盟军方面主要精力还是在于巩固当前实控区，完善内部治理，整军备战，尤其物资储备方面要有至少1年被限制的准备。同时政治上仍需摆低姿态，配合北方邻国的要求，尽可能与缅军和谈。如果缅军不愿回到谈判桌，继续一意孤行，要反攻或者空袭腊戌，那同盟军的自卫反击可能就会配合其他友军直指曼德勒了。缅军离彻底倒台的日子恐怕也不远了。缅甸局势将如何演变？本频道将持续关注，欢迎订阅简易指南，下期再会。我们升起火堆，唱起歌儿，跳起舞来，征战就义，诉说这一生的悲与喜。